跑了！二少爷，他跟柳姑娘跑了！顾大将军尸骨未寒，儿子竟然跟表妹私奔了！母亲，快来人！母亲，快搬走！最后一箱都是我们的。福儿，这10年苦了你，我不当你的累赘了。母亲！听说了吗？顾清残公子跟柳家那个寄养的姑娘私奔了。沈家这几年早就落魄了，还死抓着当年的婚约不放，非要恩将仇报逼顾公子娶亲。这下好了，生生把一对璧人逼成了亡命鸳鸯。就是，人家顾公子和柳姑娘青梅竹马，沈父非要插一脚，活该在这丢人现眼。不是我要嫁，是顾家为了让顾青兰走文官路子，求爷爷告奶奶才求来的婚约。全京都都在看我的笑话。沈大人，这是当年老太爷定下的婚约，如今青兰也到了议婚的年纪，顾家想求娶沈姑娘，履行当年的约定。顾家对沈家有再生之恩，虽然明知你们是有所求，但这亲事我沈家应下了。沈顾两家当年定下婚约，并没有说是给哪2个孩子定的，是顾青兰那混账东西配不上沈姑娘。青州，你可愿意娶沈小姐？那是顾青州，顾家那个捡回来的杀神。顾家这5个孩子，没一个是将军亲生的。听说将军当年伤了命根子，根本生不出来。嘘，这可是顾家最大的丑闻，不要命了！青州，你可愿意娶沈姑娘？孩儿愿意。顾青州与逃婚的顾青兰那种温润书生气质截然不同，她就像一柄随时会见血的出鞘利刃。这是青兰的媳妇儿，夫人，你把她给了青州，那青兰以后怎么办？顾青兰都跟柳青烟私奔了，难不成还要我大渡道派人去把那对奸夫淫妇寻回来，再请柳青烟进门做个平妻，让我跟她2女伺候一夫？他顾青兰都同人私奔了，难不成还要沈姑娘派人去寻他和那个狐狸精？我顾家做不出这般没脸没皮的事儿。今日既然已经将沈姑娘迎进了府，就没有再送回去的道理。沈姑娘，委屈你了。你看青州这个孩子怎么样？你若是愿意，我现在就让他同你拜堂。顾夫人说的对，我已经被抬进了顾家的门。若是此时被退回去，顾家顶多背个骂名，但我爹娘的脸面就全完了。我愿意。好，来人，准备拜堂。你呀，还是这般风风火火。罢了，既然青州和沈姑娘这2个孩子都同意，那就依着夫人的意思吧。都说顾将军和夫人伉俪情深，今日一见，果然如传闻中那般。是啊，京城谁不羡慕他们这对恩爱夫妻？况且顾家还救过沈家的命，如今顾家这般通情达理，沈家可真是修来的福气。真的是我看错了吗？那杀意，嫁谁不是嫁？沈家虽没落，但哥哥们都在争气，先人的荣光迟早会回来。这一拜，算是还了当年顾家在沈家遭难时的救命之情。是啊。
夫人，你怎么把库房的钥匙给沈福了？母亲糊涂了不成？沈福才刚进门，那就是个外人，库房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交给他？今日顾青兰逃婚，她那个亲娘居然也没露面。沈福嫁进顾家，就是我们顾家正经的媳妇儿，反倒是你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论起规矩来，你才是那个外人。沈福是我武之荣亲口认下的儿媳妇儿，这钥匙是我私库的钥匙，我心甘情愿给她，谁也管不着。顾夫人平时最宠着大女儿，连重话都没说过一句，今天竟然为了沈福当众撅她的面子。是啊，这沈福刚进门，顾青瑶怕是恨死他了。那可是武家的私库，吴老夫人可是大周第一位皇上，当年陪嫁了武家2/3的家产。这哪是钥匙，这是富可敌国的金山呐！他竟如此淡定，若不是为了全婆府的面子，他这种战场杀将，大抵是不愿娶我这落魄千金的。今日成事出突然，我想往后我们可以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互不干扰，你看如何？好，我答应你。明明知道离别苦，百转千回不堪这次换我来护着你和母亲。是在做梦吧？我一定是睡迷糊了。这就是那个逃婚的顾青言，比我沈家那几个兄弟差远了。挑衅我，逃了婚还敢这么嚣张，真是个白痴。他在得意什么？这眼神，顾清源该不会还不知道我已经跟顾青州成婚了吧？孩儿不孝，离家这几日让母亲担忧了。嫣儿已是孩儿的女人，还请母亲做主，让孩儿一同将沈姑娘和嫣儿迎进府上。为了不委屈沈姑娘和嫣儿，沈姑娘为正妻，嫣儿为平妻。舅母，嫣儿成了表哥的妻子，便是您的儿媳妇了。以后嫣儿定会好好照顾表哥，也会好好伺候舅母，为您分担府上的重担。祖母她老人家和姚舅母知道了也会高兴的。等他们从祖籍回来，嫣儿再亲自向祖母和姚舅母告罪。三位姐姐因为嫉妒婆母给了我库房钥匙，特意上回廊堵我。不知何时，婆母一直跟着我后面朝我走来，对着三位姐姐呵斥。看样子婆母还是向着我的，我跟她平白无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沈福，你哑巴了吗？为什么不说话？你现在装聋作哑，是不是存心想要我和嫣儿在大门外难堪？二公子说笑了，我这个做嫂嫂的可管不着你和柳姑娘的私事。明明知道离别苦，百转千回不堪言。这杀气，他是真的想杀了顾青兰。也对，若不是顾青兰逃婚，他也不会被逼无奈娶我。这烂摊子，终究是我占了便宜。母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顾二公子长得跟大将军真像，难怪顾夫人平时把他当眼珠子疼，什么都依着他。
我问您话呢，您怎么把沈福给青州了？手痛死了，失算，下次出门得随身带块竹板才行。您竟然为了外人这么对我，母亲，从小到大，您连指甲盖儿都没碰过我一下。孩儿到底做错了什么，让您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羞辱？这不是逃婚的顾二公子吗？哟，带个狐狸精回来，难怪顾夫人气疯了。你还有脸问？你哪来的胆子领着这个骚狐狸精回来现眼？大婚之日，你是个带棒的，就没有半分担当。沈家何等门第，福儿何等才貌，你竟领着这么个不自爱的狐妹子而私奔！顾青兰，你给老娘听清楚了，你若真长了骨气，不想娶福儿，你大可以早点说，我难道还能逼迫你不成？可你呢？你这算盘珠子都要崩到老脸上了。你一边想着借沈家的清流名声走你的文人仕途，一边又私下轻贱福儿，带着心上人双宿双飞。咋的？你是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还是香饽饽？你觉得你自己即便脏了臭了，福儿还得把你当成宝贝疙瘩，巴巴的等着你死回来再嫁给你？我呸！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我顾家列祖列宗在上，断没有你是没羞没臊的无耻子孙！本夫人费尽心力将你养大成人，也算对得起这份情谊。即日起，本夫人便与你彻底断绝母子关系，从此恩断义绝。从今往后，你不再是大将军府的二公子，还愣着做什么？来人呐，给本夫人将这对狗男女乱棍轰走！传闻母亲可是最疼爱她的宝贝儿子顾青兰了，今天这是怎么了？母亲，您在说什么胡话？你要赶我走？我是青兰啊，是您最疼爱、最引以为傲的儿子青兰啊！母亲最疼我了，她以前舍不得我受半点委屈，怎么会不要我？舅母，您的心难道是铁打的吗？您怎么能如此残忍的对表哥？舅母，虽然表哥不是你亲生的，可他自幼在您膝下喊了您10几年的亲娘，他孝敬了您10几年，这份情难道是假的吗？若不是有表哥在您跟前尽孝，舅母您一个没子嗣的妇人，换坐在别人府上，怕是早就被休弃下堂了。听见没？这柳姑娘说顾夫人不能生养，咱们以前知道公子是捡回来的，合着这二公子也不是亲生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顾夫人霸占着正妻的位置，连个蛋都下不出来，还没脸没皮的要赶走养子。若真是全府的孩子都是领养的，那顾将军对顾夫人可真是情深似海，义薄云天啊！竟然能容忍一个无后的妇人到现在。舅母，您就算再恨嫣儿，也不能拿表哥的清誉开玩笑。您既然生不出，表哥就是顾家唯一的指望，您把他赶走，是想让顾家绝后吗？舅母，你竟然又打我！就因为我说中了你的痛脚，你就恼羞成怒，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灭口吗？舅母这般作践我和表哥，难不成真以为这将军府是你一个人的？你就不怕舅舅和外祖母他们从祖籍回来，知道你如此毒辣，饶不了你吗？我还以为这柳青烟有多少段数，原来蠢得如此惊天动地。她竟以为抛出不能生养这张牌就能逼婆母就范。这位菟丝花柳姑娘似乎还没明白，生不出孩子这种事，从来都不是婆母的问题，而是那位在外威风凛凛的顾将军根本就没那个本事。这南珠是太后赏的，这红宝石是番邦进贡的。福儿拿着，都拿着，这些碎银子留着听相，不够母后这儿还有。以后见沈福如见我，
我名下所有的铺子、庄子、盐运，只要我武之荣咽了气，全都是沈福一个人的。谁敢不服，现在就卷铺盖滚蛋！母亲，您为何对我这般好？福儿，你信缘分吗？成婚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一世，母亲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舅母，您怎么不说话了？现在已经看过来了，是被嫣儿说中了痛处，还是在想怎么编瞎话蒙骗大家？各位乡亲看看啊，一个生不出孩子的正妻，靠着咱们表哥撑场面，现在竟然要把唯一的指望赶出门，这分明是要让顾家绝后啊！这顾夫人也太狠了，自己占着坑不下蛋，还不给养子活路。商贾之女就是没教养，这种女人就该被休了，送去庙里。舅母，只要您现在认个错，引我和表哥进门，这件事还能转圜。否则，这毒妇的名头，您这辈子都摘不掉了。柳姑娘，想欺负我婆母，是不是也该先问问我沈福同不同意？世人皆知柳姑娘年幼丧母，你父亲没过多久就迎了新戏进门。若非我母亲念你姑姑可怜，顶着压力将你接过府视如其出，你如今在那继母手下，怕是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你睁开眼看看，你身上这件白纱鎏金衣曲是京都城前天才出的新品，价值1000金。你头上的珠钗，手上的玉镯，哪一件不是价值连城？这些全是母亲亲手为你置办的，从未有过半分亏待。可你如今是怎么回报她的？当众羞辱她，诋毁她的名节，全然不顾这10几年的养育之恩。母亲这些年就算养条狗，她也会对着主人摇尾乞怜，而不是像你这样反咬养主一口。柳姑娘，人这个字好写，但这做人的道理，我看你是半分都没学会，你说是不是？不愿轻易捅破顾家子嗣领养的真相，以免伤害婆母。养了10年，养出个白眼狼，穿人家的用人家的，转头就在大街上坏人家名声，真是不知廉耻。就是，顾夫人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捡了这么个丧门星回来。沈福，你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在这儿指责我？你这个贱人！若不是你非要自甘下贱，上赶着要把沈家那块破牌坊抬进顾家，我跟表哥至于私奔去当一对苦命鸳鸯吗？舅母又怎么会为了这种事生气？这一切的根源全都是因为你这个横插一脚的毒妇！柳青烟，收起你那副可怜相，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不长脑子。1个月前是谁哭着喊着央求母亲，非要拿着沈顾两家当年的婚约，厚着脸皮登我沈家的门求娶？是顾清瑶，他看中的是我沈家的人脉，是他想借着我沈家的事去铺他那条文官的路子。可大婚当日，他却带着你私奔。你们真当我沈福是傻子，看不穿你们那点恶心的如意算盘？你们不就是想逼我碍于两家的前面，不得不打落牙齿和血吞，好让顾青兰顺理成章的妻妾同娶，一道把你这个狐妹子也迎进府吗？刚才就在这将军府门前，你们不就是这么亲口说的吗？真是有够恶心的，一边想吃软饭，一边还要立牌坊。对呀，这不就是想空手套白狼，顺带着把小妾也过了明路？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沈福，你当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表哥非要娶你不可吗？大家快来评评理呀！表哥不过是顾家的一个养子，他在这个府里从来就没有任何话语权。全京城都看看，全都是舅母逼他的，是舅母贪得无厌，非要逼表哥去登你沈家的门求娶，因为他自己生不出，就想要培养一个状元儿子来光耀他的门楣。这一切根本就不是表哥的本愿，即便不靠你们沈家那点快要烂光的门望，依着表哥的才学，将来想要高中状元也根本不在话下。这顾公子真是可怜啊！就是啊，明明有大才，这顾公子确实难。一个养子在主母手底下讨生活，哪敢说个不字儿？柳姑娘说的也有几分道理。顾公子可是师承名满天下的青山学院祭酒，才学斐然。听说当朝的新科状元和探天王，那可都是他的同门师兄，情同手足。有这层关系在，高中确实不是难事。顾公子真厉害。
才学斐然，高中状元。顾青兰，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沈家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顾青兰，你这话也就骗骗这些不识货的。若你真有那个高中状元的本事，何必在1个月前费尽心机的攀附我沈家？又何必厚着脸皮3番5次托我父亲去为你引荐那几位避世不出的当朝大儒？柳青烟口口声声说是婆母逼你登沈家的门，顾青烟，我只问你一句，柳青烟说的可是真的？当真是婆母她老人家逼的你？母亲，孩儿终究是让您失望了。瞧瞧，这孩子连辩解都不敢，这得是被搓弄成什么样了？这样看来，顾公子也是可怜，占着个二公子的名头，却摊上这么一个强势又虚伪的养母，真是有苦难言啊！开会啊！快上走吧！好一个失望了！我武之荣活了大半辈子，今日也算开了眼。竟然亲手领养了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顾青言，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本想给你们留最后一点体面，既然你们非要如此抹黑我，全然不念及这些年的养育情分，就别怪我出手反击了。来人呐，将东西给本夫人搬出来！母亲要做什么？不，这一定是她在吓唬我。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为了将来的仕途。母亲以前那么疼我，她应该会理解我的。对，她一定会理解的。拿去，都给本夫人好好看看。这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这些年我为顾青言和柳青烟置办的所有大件，每一笔花费。还有为了顾家这几个养子养女，我武家砸了多少真金白金去铺路？你不是自诩才学斐然吗？当年为了让你能师从青山学院祭酒，我武家二话没说，直接向学院捐了整整50万两白银，那可是50万两！名义上是供贫困学子习字，实际上是为了买你那张入门券。我的老天爷，我说呢，还以为他真是凭真本事入的祭酒门下，闹了半天全是靠银子砸出来的。50万两啊！这顾二公子哪是读书人？这分明是行走的银票啊！母亲，您当众宣扬这些，是想彻底毁了孩儿吗？您这是在逼孩儿同您疏远吗？这蠢货竟然还敢拿母子亲情来威胁，真是被宠坏了，当真把自己当成了婆母肠子里爬出来的亲生肉了。我的娘哎，这上面到底是多少银子？我等祖宗18代加起来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怎么可能？不灭世间，良田千亩，这些陪嫁比之当朝公主出阁都不遑多让。成婚之后，他们竟然还回府打了这么多秋风，每一笔竟都清清楚楚。顾夫人，您若是想这么打压人，您尽管来打压我吧。就是，只要能过上这种日子，让我给顾家当条狗拴在门口，我都愿意。有些人啊，当真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养不熟的白眼狼，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们竟然如此辱我！这畜生不如的东西，这些年的锦衣玉食喂出来的竟是一条毒蛇，他已经恨死婆母了。今日家丑外扬，让诸位见笑了，大伙儿做个见证，从此以后，我大将军府再也没有顾青兰这个养子。武之荣，你真疯了不成？
难道就怕舅舅和外祖母从疾回来怪罪你吗？你敢如此作践顾家的骨肉，就不怕舅舅一纸休书把你扫地出门吗？坏了，全京都都知道婆母最看重公公，万一她真的顾及公公的雷霆之怒，心软放这两个畜生进门。哼，顾长中休我。母亲，顾母，既然你这么想提你那好舅舅，那我就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撕烂你们顾家最后那块遮羞布。当年我和顾长中成婚当天，洞房还没来得及入，他就奉命紧急去边关剿匪。作战时他伤了要害，伤了命根子，自此之后便再也不能人道。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不能生养的可不是我武之荣，而是你那大将军舅舅。他若敢因为一个养不熟败坏门楣的养子休了我，不用我动手，天下人的唾沫星子也能把他顾长中给活活淹死。舅母，舅母，这种灭九族的瞎话你也敢说？你这是诬陷，你这是在诬陷舅舅！你真是疯了，竟敢如此败坏舅舅的名声，这就是诬陷，是天大的诬陷，这是天大的诬陷。既然你说我诬陷，那好，咱们就请当今圣上做个见证。青州接令，这是先皇御赐入宫的玉牌，你现在立刻入宫，请上降旨，带3名德高望重的太医出宫。你们几个带上府中的亲卫，就在这大将军府门口，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让太医为我和将军看诊。我倒要看看，这生不出孩子的根源到底长在谁身上。啊！表哥，你打我！你竟然为了那个疯女人打我！闭嘴！立马向母亲赔罪！我不，我没有说错，为什么要我向她认错？明明是这个毒妇在提媒。柳青烟，你想死别拉上我！我！舅母，都是嫣儿不好，是嫣儿失言了，还望舅母看在舅舅和外祖母的份上，不要替儿计较。母亲，孩儿知错了，是孩儿猪油蒙了心，竟让您动了如此大怒，不能因为孩儿的荒唐，让您和父亲之间产生隔阂。只要您不入宫，要打要罚，孩儿悉听尊便。刚才还一副要跟婆母死磕到底，甚至想搬出公公压人的架势，怎么一听到太医看诊4个字，瞬间就跟被抽了骨头一样？他在怕什么？怕公公丢脸，还是这顾家的子嗣里真的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隐情？哼！祖母，有救母，有救母，救命啊！这门今日怕是回不成了。走吧。武士，你还不给老身跪下！老身离开京城不过5日，你就在这府里翻了天了。你不仅擅作主张，把青兰明媒正娶的血媳妇儿给了青州这个养子，你还嫌这脸丢得不够大吗？
你当众羞辱青瑶和青烟，老身全当你是个悍妇，管教不严，可你竟敢当着全城人的面把长中那样的隐疾爆出来！你这个毒妇，你怎能如此狠心？长中平日里是何等宠你、敬你、疼你，你竟然想亲手毁了他！姐姐，你怎么能这样？大将军府的脸面，如今都被你给踩进泥潭里了。外界现在把顾家编排成了什么样，你知不知道？你就是这般给老身当家做主的。还有你沈福，你沈家也是太傅门第，怎就教出你这么个没规矩的东西？一女不能侍二夫，这么浅显的廉耻道理你都不懂吗？你是青兰囚进门的媳妇儿，转身就能厚颜无耻地爬上顾青州的床。你这般下贱不知廉耻，看来你爹娘交来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丫头片子！老夫人慎言，我沈家的家教如何，恐怕还轮不到您这位在这儿评头论足。我祖父沈老太傅生前门生遍布朝野，连当今圣上见了我祖父都要礼让3分，称一声老师。按老夫人的说法，天子也是我祖父教出来的。难道您是想当着满府下人的面指责圣上也是个没规矩的东西吗？放肆！你这不知尊卑的小贱人，你如何敢这般同老夫人说话？放肆的是你，你给我闭嘴！谁给你的脸面，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这将军府姓顾，不姓姚，我是顾家8抬大轿抬进门的少夫人，而你不过是一个借住在府上白吃白喝的客人，客不欺主，你凭什么呵斥于我？老夫人，这大厅里的账咱们得算清楚。顾青兰放着大婚不顾，带着柳青烟私奔潜逃，让全京城看顾家的笑话。那时候您怎么不提规矩？现在你们只字不提这两人如何伤风败俗，反倒调转头来辱骂我和母亲。到底是谁在抹黑顾家的门楣？谁在把顾家的老脸往地缝里踩？老夫人，您心里跟迷镜似的，别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沈福不吃您这倚老卖老的一套。你这个小贱人，你竟敢还嘴！贱，老夫人这话可说差了。孙媳妇儿这点道行，哪儿抵得上您这几位啊？这位柳姑娘自甘下贱同人私奔，这位姚舅母蹬鼻子上脸，明明是个客，却非要装成顾家的主。至于您倚老卖老，满口污言秽语，连半点长辈的体统都不要了，您说说谁更贱？沈福，这就是你同长辈说话的态度？你沈家的圣贤书都读到狗子里去了吗？孙媳妇说话向来是看对方什么态度的，对方态度好，孙媳妇自然就是那婉约娴静的大家闺秀，可对方若态度不好，孙媳妇只会比她更不好。若是今日气到了老夫人，也请您自个儿忍着，毕竟孙媳妇打小就有个毛病，遇强则强，遇弱则更强。沈家确实是书香世家，但到了我这一辈，长辈们可都把我宠到了骨子里。谁说书香门第出来的女儿就得任人拿捏？我发起疯来，连我自己都怕。这就怪了，我这般离经叛道，他们怎的一点也不意外？活脱脱像早就知道我私下里是个什么疯性子似的。反了，真是反了天了！来人呐！给老身抓住这个忤逆不孝的贱货！老身今日非要带沈家好好教训教训这不知死活的东西！好久没活动筋骨了。
祖母息怒，福儿她并没说错什么，句句属实。若是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便气到了祖母，那孙儿身为他的夫君，待他向你赔个罪便是。畜生！你这个养不熟的畜生！顾青州，你这个来历不明的野种！你真以为你抢了青兰的媳妇儿，老身今日就会放过你？老身最后悔的就是当年同意让武家把你这个截胡沈家门望的白眼狼领回府。当初娶沈福是为了让青兰这孩子能攀附沈家的人脉，结果竟被你这阴沟里的货色给钻了空子。老身今日定要扒了你这层皮！说够了没？什么抢媳妇儿，什么截胡，本就是顾青兰和柳青烟这两个畜生伤风败俗，自甘下贱在先，在大婚之日私奔，丢尽了祖宗颜面。这破烂事儿关我青州和福儿屁事！武士，你真是糊涂透顶了！顾青州他不过是一个路边捡回来的来历不明的野种养子，你竟然为了他顶撞老身！顾青州他拿什么跟青兰比？青兰才是我们顾家上下唯一承认的公子，将来这大将军府爵位、房产一砖一瓦全都是青兰的。旁人，尤其是那来历不明的贱种，别想得到顾家的一分一毫。姐姐，青烟好歹也是堂中帮妹的亲女儿，是将军的亲外甥女，怎能说得上放风败俗、自甘下河？你这是在剜长中的心呢！奇怪，这老夫人对顾青兰的维护未免也太过是养子，可她顾青兰名义上不也是过继来的养子吗？这眉骨的走势，这鼻梁的弧度，和顾老夫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哼，求爷爷告奶奶才求来的婚约，若是说这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那是打死我都不信。看来这顾府里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你们顾家非要认顾青兰这没出息的东西，我管不着。但我武之荣今日把话撂在这儿，我只看郴州和福儿，将来我名下那些富可敌国的产业，只传给他们两个。旁人哪怕是一枚铜板，也休想得到。顾家这些年的荣华富贵，全靠婆母一人支撑。顾家那点底子，在婆母的产业面前，连根蚊子腿都算不上。离了婆母，这群人怕是连饭都吃不上。还有，老夫人，那声舅母我可担当不起。这些年我对她柳青烟掏心掏肺，换来的是她对我捅心捅肺。这种没良知、养不熟的小辈，谁爱当她舅母谁去当。我武之荣不伺候了，我们走。去，把府上所有的账本，还有那把管着宫中库房的钥匙，统统给老夫人那屋送去。告诉她，从今天起，这顾家的烂摊子，谁爱管谁管。福儿，青州，以前是我武之荣太傻，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去补贴那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这几年四处无战乱，顾家那点赏赐早就被他们挥霍得一干二净。我倒要看看，断了我的银钱补贴，那群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还怎么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要让他们亲口尝尝什么叫饿肚子的滋味。岳父大人，听闻您雅号金石，小婿偶然得此残卷，不才研肃数日，其中几处策论颇有深意，特来向您请教。疯了，他不是个只知道杀敌的武夫吗？怎么对这生皮的大熟策论对答如流？以前他骗了所有人，顾青州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且还才学斐然。让开门，请您让开他。福儿，青州这孩子当真是一等一的好，不仅文武全才，这性子更是温润谦和。往后啊，你收收你那发疯的小性子，可千万不能欺负了人家这么老实的孩子。姐姐，你可不能像是整我们一样整姐夫。就是，不能整姐夫。福儿啊，好好过日子。
很好，顾青州，就这一日的功夫，我这娘家竟然全都变成你的了。顾青州这个道貌岸然的绿茶男，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才觉得他冷酷。福儿，这是我刚在厨房守了1个时辰做的，你若是不尝一口，我只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看错他了，这男人不仅茶，还装得一手好可怜。我每日爱吃什么玩什么，他竟了如指掌，定是我家那几个叛徒出卖了我。沈福，你到底什么意思？到了发月历的日子，你竟然敢扣着账房的印细，为什么不往外拿银子？你想饿死全府的人吗？二弟，进门前没学会敲门吗？你少拿他吓唬我！沈福，你管着库房钥匙，发月历是你的本分。顾府发月历关我屁事，我只是顾家刚过门半个月的媳妇儿，又不是你们顾家人的衣食父母。沈福，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体统，简直粗俗至极。沈家太傅门第怎么会教出你这种不知礼数的泼妇？我粗俗？顾青崖，你又是哪块风水宝地里刨出来的极品？大婚之日背信弃义，搂着狐妹子当众私奔，这种烂透了的丑事都干得出来，你哪来的脸面跟我谈规矩？你这个毒妇，休得胡言！放肆！我没有，你血口喷人！少废话！以往府里各房的月历都是母亲从私库里拨银子发的，现在母亲把私库钥匙给了你，你不发银子，全家喝西北风吗？你也说了那是母亲的私库，既然是私库，那就是母亲个人的私产，并非顾家的公款。我手里是有钱，可我的钱就算拿去喂狗，他还知道冲我摇摇尾巴。给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想都别想。你能奈我何？听闻最近京都城最火的人非你莫属啊！你那出私奔的大戏早被编排成了话本子，传遍了茶楼。我在想，要不要再花点大价钱把它买下来，请戏班子在闹市连唱个10天半月，让你这位顾二公子再好好火一把。瞧，这就是雷鸣雷动的落水狗。沈福，你这个毒妇，我杀了你！再敢对福儿动手，下一次我拧断的就不是你的手，而是你的脖子。这死东西，关键时刻好像真的在发光。表哥，表哥，你的手，你们怎么敢啊？表哥，我表哥！沈福，顾青州，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我和表哥可是奉了舅父和外祖母亲命，你来向着你这毒妇索要府上的开支银两。你不仅扣押宫中银钱，还敢公然残害兄长！你们这两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就等着舅父回来，把你们像死狗一样赶出这大将军府吧！我看谁敢赶走福儿和青州！长州，你看看武家教出来的丰富，青兰可是你的心头肉，他竟敢让他养子抢了儿媳！夫人，别再胡闹了，让沈福归位，
再给青兰娶了嫣儿做平妻，两全其美。还要去沈家那边分说清楚，补偿青兰的损失，让老太夫引荐大儒学学。还有，让他把钥匙还回来，让姚云代管家业。武士，你当众忤逆我，现在给老身跪下赔罪。武士，听母亲的，跪下。顾青州是我唯一做主收养的孩子，谁敢动他，连我一起赶走。沈福与青州已成婚，谁再敢打他的歪主意，我武之荣定让他生不如死。夫人，开门，只要你认个错，一切如旧。你今天要是不出来，我立刻让青州死无葬身之地。告诉武士，若再这么不知好歹，这大将军夫人的名头他也不必当了。一月不见，你们这算盘珠子都蹦到我房门口来了。顾长忠威胁要废了我，怎么，你们就真以为这将军府改姓柳了？我回来了，这府里的账咱们该一笔一笔的算了。母亲，您消失了1个月，气也该消了吧？那日府门前孩儿已经当众磕头认错了，您到底还要惩罚孩儿到什么时候？舅母，您知不知道，就因为您那日赌气要跟表哥断绝关系，害得他在京城遭了多大的罪。往昔那些巴结他的世家公子，如今见了他像躲瘟神一样。还有那几个以前就不对付的混蛋，竟然故意编排表哥，把顾家的事写成下流的话本子，在茶楼里供人取乐。青山书院的祭酒已经把表哥逐出师门了，连那位状元郎和探花郎都发了文章，白纸黑字要跟表哥撇清关系。舅舅这几日上朝，被圣上指着鼻子训斥，同僚们更是在背后讥讽嘲笑。这一切全都是因为舅母您的不懂事，是您非要逼得沈福仪女士二夫，是您纵容顾青州抢夺弟媳，您毁了表哥，也毁了顾家的名声，您满意了吗？我倒要亲手试试你这张脸皮到底厚到了什么地步！当日在大门口，若不是你这条疯狗急着往我身上扣屎盆子，非要让我不能生养，这京城谁会知道顾青言不是我生的？谁会知道他根本不是顾家真正多的公子？他现在遭受的那些奚落、羞辱，所有的不幸，全都是大婚之日同你私奔造成的。是你这个贱人，想害我没成，反而害了他。舅母饶命，表哥救我！舅母只是一个没子嗣的妇人的范层你，青兰才是顾家唯一的指望。母亲说的没错，我所有的不幸，全都是从大婚之日同你私奔那一天开始的。柳青燕，是你毁了我！顾青兰，你这种自私到骨子里的人，永远只会把过错推给旁人。以前你怨婆母不通情理，现在你便恨柳青烟断你前程。从那个母亲是首富之女，父亲是大将军的高傲公子，堕落成一个身世不明、人人喊人的卑微养子，这种云泥之别，你如何受得了？舅母，都还愣着干什么？没长眼吗？把这两个糟心的玩意儿给我丢到府门外去！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放他们进门半步，本夫人就先打断你们的腿，唯你们是问。母亲，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青兰啊！柳青。母亲，您离家这几日，我和青柔也没闲着，有件事我一定要亲口告诉您。那
那日我瞧见顾青兰的眉眼，同老夫人简直一模一样。老夫人对同是养子的青州和青兰态度简直天差地别。从那时起，我便怀疑顾青兰根本不是什么捡来的养子，而是公公顾长中真正的亲生骨肉。我将怀疑告诉了青州，他竟半个字没多问就信了我。母亲，那晚我们亲眼所见，那姚舅母与公公早已苟合，公公在那个女人床上可比谁都生龙活虎。若不是青州怕我长了针眼，我真想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纹，那声音听了都直叫人犯恶心。福儿，你有心了，只是你说的这些我早已猜到了。福儿，这几日我并非躲清静，而是亲自去了趟顾家祖籍，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哪个不要命的东西敢在顾家的地盘上兴风作浪。我查清了，那姚云名义上是老夫人的养女。我查清了，那姚云名义上是老夫人的养女，实际上她那个所谓的早死丈夫就是我武之荣的枕边人顾长中。什么剿匪受伤不能人道，全是他顾长中自个儿设计的，他根本没受伤。这10几年来，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的和姚云生了一个又一个。顾青兰和那3个出嫁的女儿，全是顾长中亲生的种。他顾长中拿着我武家的血汗钱，在这府里金屋藏娇，心安理得的养着他们一家6口，拿我的钱去养这一窝豺狼。母亲，这等奇耻大辱，沈家也绝不袖手旁观。您打算怎么做？既然他们喜欢演戏，那我就陪他们演个大的。我要让顾家所有人都生不如死。夫人，你开开门，长中知错了，往后万事都依你。你先给宫中拨点银子，全家都快揭不开锅了呀！夫人，这是要去哪儿？为夫陪你。走，去焦庄子上瞧瞧。哎，别急，再熬过这3、5日，这群吸血鬼就要狗急跳墙了，到时候才是好戏开场。福儿，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既然我回来了，这府里往后没人能再给你脸色看。母亲问你句真心话，除了这深宅大院里的琐碎，你心里可有真正喜欢的事儿？有什么想做的？只要你想，哪怕是捅破这天，母亲也一定全力支持。母亲，我确实有个念头，只是怕说了会惊着您。你这丫头从小就主意大，说吧。福儿若是一时想不出，可愿意帮母亲一个忙？你外祖母留给我的武家产业遍布全国，每一季各地的金银收入都要重金雇佣外面的镖局押运，可人心隔肚皮，把命脉交到外人手里。母亲倒想着组建一个咱们顾家，或者说组建一个完全属于咱们自己的镖局。福儿，你可有胆量帮母亲亲手创建一个镖局？不仅是创建，还要由你全权掌管。创建属于自己的队伍，母亲当真不是我肚里的一条邪虫吗？当年沈家护送大卢一座被劫，圣上震怒，沈家因手中无兵无权，被各方势力落井下石，险些灭门。军队固然触不得圣上的逆鳞，但镖局确实是最好的幌子。母亲，这个忙福儿帮定了，沈家丢掉的东西，我要亲手拿回来。福儿、青州，今日这镖局总算是挂了匾了。这1个多月，你们2个跟着我受罪了。走，今日咱们出府好好庆贺一番。
母亲，你当真是好狠的心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那日胡乱说话，我们姐妹3人在婆家这几日过的是什么日子？夫君要纳妾，公婆给白眼，连下人都敢在背后指着我们的脊梁骨，说我们是捡来的贱货。当初他们娶我们，可是看在您的面子上，如今您把这层皮揭了，是想逼死我们吗？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娘，他们当然委屈。当初这3位能嫁入非富即贵的高门，全是因为京城商贾巨富武之荣的嫁妆撑着腰。如今没了顾府嫡女的身份，在那势利眼成堆的婆家，自然成了烫手的山芋。若不是因为我，你们3个当年早就成了枯骨，还能成为顾家的小姐。若没我武之荣金银财宝的供着，你们现在还在哪个脏水沟里淘洗全家的臭袜子呢？我尽心尽力养你们10几载，我被你们的好弟弟羞辱，被全京城指点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登门关心我这个母亲？真是不愧一脉相承的安扎血脉，全家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那日我只说了同顾清言断绝关系，是一时忘了你们3个。正好今日人都在，大家伙做个见证，往后你们3姐妹也不再是我武之荣的女儿。没事都给我滚，别在这脏了我的眼。爹，不要再欺负我，他在欺负我，就是他故意刁难我们。武士，你够了！清月她们姐妹3人整整喊了你10几年的母亲，这时机在春去秋来，她们承欢膝下，事事敬你，孝敬你，这份情谊难道是假的吗？她们到底有什么错，要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作践？一群贪得无厌的蛀虫罢了，口口声声说孝敬，可这10几年来，哪次他们登门不是奔着母亲的私库来？不过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蛀虫罢了。顾长忠，那我呢？我武之荣又有什么错？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所有人，用我武家的银子给你们铺路，给你们撑腰，给你们这将军府堆出这满门的荣华富贵。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明明做错事的是你们，是你们骗我在先，是你们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现在倒好，一个个的竟然还有脸舔着脸回来指责我，指责我不该断了你们的口粮。我告诉你们，我武之荣这些年就算是养条狗，他见了我还知道摇摇尾巴。我养狗都比养着你们这些没良知、吃人血万头的畜生强。姐姐，您消消气，千错万错都是我这个做妹妹的错，是我没管教好青兰，让她生了那些荒唐心思。您心里有火，尽管朝我发泄便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他们当然急了。以前婆母怕这3个养女在婆家私藏银钱，还屡屡怕民众往暗地使婆姐他们还送新稀物品。如今婆母的手一缩，那些势利眼的亲家武商立刻变了脸。这是被扫地出门了。以前仗着婆母的婆心，自然成了人人嫌弃的存在。说到底，不过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姐姐，您大人有大量。清月他们虽然不是您亲生的，可这些年心里早就把您当成了唯一的亲娘啊。看在他们喊了您10几年母亲的份上，您就别再为难他们了。妹妹没本事，给姐姐跪下了，求姐姐给孩子们一条活路吧。娘，您起来，咱们不求他。就是，您才是我们亲娘，凭什么跪一个冷血无情的外人？他们当真是疯了。在他们心里，大概还以为婆母只是在跟他们闹脾气，想用这种亲情背叛的手段杀婆母的锐气，甚至还白日做梦，等着婆母低头向他们赔罪。都还愣着做什么？耳聋了吗？还不将这群脏眼的东西统统从我面前拉开！我要你亲眼看着。武士，这是我的亲随卫队，你凭什么？动手！动手！
想要造反不成？顾长忠，你当真以为这帮人跟在你身边混了10几年，就真成你的人了？你是不是忘了，这10几年，这支卫队从兵甲到粮草，从阅历到赏赐，吃的是谁的肉，喝的是谁的血？他们真正的主子姓武不姓顾。顾长忠，你且看清楚，这上面记录的是这10几年来我武家补贴给顾家每一房每一个人的真金白银。从前我是当补贴给家人，如今既然恩断义绝，这便成了欠债，限你们3日内归还。若是不还，我便带着这张10几米长的账单去午门拦轿，去圣上面前告御状，让全天下都看看你这位威风秦岭的顾大将军是怎么吸干发妻的血，去养活这一窝没名没分的私生子女的。亲家母，您当真是好福气，能生出福儿这样聪慧灵动的女儿。这几日若不是福儿帮我撑着，我这身子骨怕是熬不到今日。是。福儿这孩子，我看一眼就觉得亲近，何该是我武家的种？若不是怕亲家不舍，我真想把她认作亲生女儿，疼进骨子里。母亲谬赞了。婆母对我这疼爱，当真是浓烈的古怪。若不是知道自己确是爹娘亲生，我都要以为自己是婆母流落在外的私生女了。好一个顾长忠，一天3次催账，终于把他这层虚伪的皮给逼穿了，竟然舍得下死药。他们这是彻底失去理智了。武之荣，纳命来！快来看啊！杀人灭口了！大将军顾长忠派死士杀旗了！哎呀，这不是将军府的死士令吗？真是不打自招！欠了发妻1000万两银子不还，还要灭口！顾长忠当真畜生不如！牛孙带出去后，诸位，且听今日京城头1号大戏：负心将军赖巨债狠毒公公害贤媳。话说那顾大将军见账单如见阎罗，竟在饭菜中下毒，妄想毒害相伴多年的枕边人和沈家大小姐。怪不得今天街口闹得那么大，原来全是真事儿。何止啊！我听说武夫人已经把那毒州封存，准备告御状了。这顾家名声是彻底臭进茅坑里了。封顾长忠为征西大将军，刻日启程镇压边乱。钦此。武士，你看到了吗？天不绝我顾长忠，圣上亲封，重斩兵权。你那些下三滥的话宝子和烂账，在大周的铁甲面前屁都不是。母亲，您那2000两催账单，等父亲凯旋，孩儿定会连本带利还给您。顾长忠，你的死期到了。这顾家现在是连装都懒得装了。姚云母子这做派，活脱脱是把您这个正妻当成了死人。装，让他们尽情的装。顾长征大概忘了，他往昔那些战无不胜的名声，是谁在背后用真金白银和无数暗卫的肾命给他喂出来的？没有我武家的人在暗地里助他行军打仗，我看他拿什么去赢？没有我武之荣为大军调度粮草，我看他这主帅还能当几天高枕无忧的太平梦？青州，这块墨玉你拿好。这些年我为了护那负心人周全，在大军中埋下了不少死士高手。如今主子换了，这支力量只听你一人。母亲放心，孩儿定不辱命。婆母对这场战事似乎早有预见，明面上她断了顾家的补贴，私下里却连人马和粮草都备得一分不差。她不是在等顾长忠立功，而是在等他彻底坠入深渊。哟，这不是武夫人吗？还在为那几两银子斤斤计较呢。
等父亲凯旋而归，入宫领赏的时候，我们姐妹可都是大周的功臣家属，到时候不用您在这假惺惺的送，我婆家那些人定会争着抢着抬大轿子来接我回去。五夫人，您糊涂了这么多年，怎么偏偏在节骨眼上清醒了？为了沈福这两个不值当的外人，得罪了舅舅和外祖母，这泼天的功勋荣誉，往后可跟您半点关系都没有了。舅舅临行前亲口许诺了，既然五夫人您不珍惜大将军夫人的名头，等她回来，这主母之位自然就让给姚舅母了。母亲啊母亲，你以为断了我的阅历就能拿捏我？等父亲立下不世之功，这将军府的主子就该换人了。毕竟父亲往昔哪次出征不是战无不胜，凯旋而归？母亲，顾长忠在边关，怕是快要撑不住了。撑？拿什么撑？以前他打仗是我派武家暗卫替他刺探军情，是我武家表局千里送粮，离了我的人马和粮草，他顾长英不过是个草包。他不仅草包，还高傲自大。听说他为了抢功，竟敢让太子亲身涉险，圣上任命太子为副帅，是为镀金。可顾长忠为了显摆威风，硬生生把将士们带进了死胡同，连太子都被敌军俘虏了。这会儿快马加鞭的紧急战报应该已经进宫了。等天雷落到顾家头顶，我看这群人还能不能做他们的春秋大梦。福儿，这些人交给你了，除了保财，我还要他们保命，保青州的命。好。母亲为了护我们周全，不仅为我们花重金请了镖师。就在青州随军出征的第3日，我和母亲便吩咐那1000名顶尖镖师暗中跟上大军，加上我原先在大军中布下的人马，青州手里现在捏着2000精锐。顾长忠在前面丢的城池，青州会一寸拿回来。顾长忠以为兵权是他的保命符，殊不知那是他的断头台。这天下要变了。顾长忠，你这个卖国贼，害得将士惨死，连太子都丢了，你还有脸躲在里面？滚出来！顾家全家都该给死去的边关兄弟抵命！母亲，东西都妥了，战报传来的消息刚散开，那些寨主和御史怕是下午就要登门了。哼，那就让他们留在里头慢慢等。那群蠢货还在院里诅咒咱们，觉得咱们是怕了顾长忠回来算账，才吓得连夜逃跑。呸！胆小如鼠的武士，等我父亲凯旋，定让你们跪地求饶！他们大概还做着凯旋立功的美梦，殊不知咱们逃的可不是顾长忠，而是怕被他通敌误国的狗头给牵累了。出发，搬离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是。大捷！边关大捷！顾家养子顾青州率2000精锐直捣黄龙。诸位，那顾长忠无能，害太子被俘，千钧一发之际，竟是顾家那个不被待见的养子青州将军单骑入营，生擒敌军主帅。太子爷救回来了！圣上降旨罢免草包顾长忠，擢升顾青州为新任主帅。母亲，青州已稳住战局，只是北地公函，顾长忠之前丢弃了大量军需，将士们缺衣少粮。吩咐下去，通知武家名下全国所有的粮庄布行，不计成本将大批粮草、冬衣全部运往边关。我要让全天下知道，青州在前面打仗，我武家就是他最硬的后盾。临近年关，这捷报该传遍天下了。姐夫什么时候到啊？我攒了一冬天的弹弓还没给他看呢。就是，我要跟姐夫学那一招横扫千军。这一年，他每月必有书信，信里竟是说北地的葡萄有多甜，大漠的落日多壮阔，半个苦字都不提。母亲，您说实话，那北地苦寒，青州到底受了多少伤？您若不说，这钱我就拿去打点军衣，我自己去边关。那傻孩子，
在落雁坡为了救太子，被刘乙贯穿左肩，生生带剑杀敌3个时辰，差点就回不来了。顾青州，你最好完好无损的回来，否则我定要你好看。这叫柳青燕是呀。瞧瞧，这就是咱们顾家的气派。立功的可是我顾家的养子，圣上都说了，免了咱们家的罪。顾长忠也是我儿，这大军凯旋，还不是咱们顾家的荣耀啊！等父亲凯旋，顾家的天依旧是父亲的天。五夫人，沈姑娘，你们离府多日，今日怕是不得不回来跪着迎接舅舅了吧？顾青州，你这个疯子！让你平安回来，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福儿，这莲子辛苦，我剥好了你再吃，千万别苦了嘴。手怎么这么凉？等了我多久？顾青州，疼吗？不疼，福儿，一点都不疼。我要为福儿挣一个锦绣前程，让这天下再也没有任何人敢欺辱你。傻子，从来只有我发疯欺负别人的份儿，谁敢欺负我啊？平乱安邦，功不可没，当赏。咱们青州虽然是养子，可到底姓顾，这为国争光的骨气，那是顾家祖上传下来的。宣三军功臣进殿受赏。顾将军，虽说此役出战不利，但好在青州力挽狂澜，救回了太子。再者，朕听闻顾夫人无私调拨5家全国粮仓，为三军解了燃眉之急。看在青州与夫人的份上，朕便不重罚你了。臣叩谢圣上隆恩，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顾青州听封，你护驾有功，生擒敌兽，朕封你为镇国大将军，家金万两，良田1000顷。臣谢主隆恩。顾夫人，若非你倾尽家财供应粮草，此战胜负难料。你是大周的功臣，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只要朕能给的，定不吝啬。臣父武之荣，不求金银，不求封赏，臣父只想求圣上恩准，准许臣父同顾长忠和离。什么？和离？武士，今日是三军封赏宴，朕赐你赏，你却要在此时扫朕的兴。武士，你在胡闹什么？圣驾在前，还不赶快向圣上请罪，收回那等荒唐言论！这武士简直是疯了，在封赏宴上提和离，这不是要顾家的命吗？家门不幸，圣上明鉴啊！这真是家门不幸，就因为长忠他这次受挫战败，这武士便要大难临头各自飞，竟要同长忠和离，这还有天理吗？诸位评评理，若不是他武士先前狠心撤走安排在长忠身边的人手，若不是他中途克扣着粮草迟迟不放，我长忠何至于输？他这就是存心想害死亲夫，再带着钱财另嫁呀！顾老夫人说的有理，这大难当头，法确实让人心寒。圣上，求圣上明察，我们青兰才是最苦的那个人。当初定下沈家婚约，全是武士一人的主意。
他深知青州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怕沈家看不起，这才逼着青兰去登门提亲。圣上，青兰与青烟青梅竹马，本不愿破坏沈姑娘名声，可大婚当日是武士亲自勒令青兰逃婚，他就是为了将计就计，好把沈姑娘这个太傅孙女的名头硬指配给他那个养子青州啊！这就是个圈套！武士为了给他那个捡来的野种抬身价，不惜毁了我亲孙子的名声，还把沈家姑娘拉下水，请圣上为青兰做主啊！这群人真是疯了，抹黑青州，抬高那个草包顾青兰，他们是不是忘了今日顾家能跪在这里受赏，全凭青州那一身伤疤换来的？荒唐，简直是荒唐透顶！你说顾青州是有勇无谋的莽夫，圣上，若这等惊世奇才都被称作莽夫，那我等钻研了一辈子学问的人又算什么？酒囊再度吗？圣上，老臣曾读过顾将军的策论，其辞藻老练，对民生治理更有独到之见，乃是老臣生平所见最有才学之青年。青州什么时候和大儒们扯上关系了？他在北地这一年，难道还背着我考了个状元不成？原来是爹和那3个皮猴子，定是他们这一年里拿着青州以前写的那些字画策论到处走动，才帮这个绿茶男挣下了这份名声。圣上请看，这便是顾将军寄予沈大人的治国策论，字迹苍劲如松，字里行间皆是社稷苍生，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写就。好一个兵者诡道，礼者治本。顾青州，朕原以为你只是一柄开疆拓土的利剑，没想到你胸中竟藏有如此经纬之志。大周有你，乃国之幸事。没想到顾家还有这样的本事。这不可能，他明明整日泡在军营，什么时候？怎么，老夫人莫非还想告诉朕，这些让几位大儒交口称赞的字画，也是你们口中那位无谋莽夫为了欺君而找人代笔的不成？这帮蠢货还做着拉解青州的春秋大梦，他们根本不知道，从他们开口贬低大周功臣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顾家最后那点圣宠给败得干干净净了。顾夫人，你刚才提的那个请求，朕现在有兴趣再听听你的理由了。回圣上，圣上，臣妇今日求和离，并非无理取闹，是因为顾长忠与顾家众人不仅欺瞒臣妇多年，甚至为了霸占臣妇的家产，私下给臣妇下毒，更瞒着臣妇暗中转移了臣妇整整30%的嫁妆。当年臣妇与顾长忠成婚当日，他便奉旨剿匪，归家时他声泪俱屈地告诉臣妇，说他在战场伤了要害，此生不能再人道。臣妇感念他为国负伤，在顾老夫人的操办下，认领了那失去父亲的3女1子，甚至将他们的亲生母亲姚云也接回府里锦衣玉食地供养着。臣妇将这4个孩子视如己出，拿武家的真金白银、金尊玉贵的养着，送他们读书，送他们出嫁。可谁能想到，这4个孩子竟然全是顾长忠和姚云背着臣妇生下的私生母子。他们拿臣妇当傻子，拿我武家当垫脚石，养着他们全家6口逍遥快活。圣上，巫师疯了，他这是在诬陷，他这是在御前含血喷人。圣上明察，顾家绝无此等荒唐事，武士分明是想独吞家产，才编出这种弥天大谎。顾家的列祖列宗啊！是不是诬陷？圣上只需召一名太医为顾将军当众看诊便知。顾将军这命根子到底断没断？顾家这4兄妹到底是不是你的种？一验便知。刚才老夫人指责臣妇撤回人手，不捐粮草，导致战败。圣上，在边关战乱之前，顾长忠已多次买凶给臣妇下毒，企图谋财害命。臣妇九死一生，伤心欲绝之下，收回我武家派去护卫的人手。臣妇何错之有？臣妇保全性命，难道有错？这事儿我听说了，最近各大茶楼的说书先生都在讲顾家那点安杂事儿呢。本以为是编排，没想到竟全是真的。
若是换了我有这种吃里扒外的婆家，别说撤回人手，我杀了顾家全家的心都有。这不就是把人当傻子一样玩弄10几年吗？圣上，至于不供粮草，臣妇更是逼不得已。臣妇并非罔顾将士性命，而是怕那白花花的米粮最后全进了敌军的肚子。吴夫人，此话何意？粮草乃3军命脉，你何出此言？圣上，当初母亲察觉公公欲行不轨，撤回护卫人手后，公公的那位外室姚云便迫不及待地替他另寻了一队所谓精锐人马。那些人手并非大周人士，而是潜伏已久的敌国奸细。父皇，顾将军所言非虚，当初儿臣被俘，就是因为我军有人暗中泄露了作战路线，导致儿臣在落雁坡事先遭遇埋伏。那日知道儿臣具体出战时辰的，除了副将，唯有主帅顾长忠。儿臣被青州救回后，当即私下彻查，发现顾长忠身边的军师亲卫，竟全都是敌国派来的死士。让人惊心的是，那姚云根本不是什么可怜的孤女，而是敌国潜伏在大周多年的公主。此次战端突起，敌国能轻易绕给我尝天险，正是因为姚云从顾长忠手中窃取了军事图，连夜传回了敌国。都给我退后！准备马匹放我离开，否则我现在就要了这老不死的东西的命！姚云，你这个没良心的烂货！这些年顾家哪点亏待了你？老身拿你当亲闺女疼，你竟然要害我全家！老身当年真是瞎了眼，早知如此，当初你在祖籍被地痞流氓调戏时，老身就该看着你被那群杂碎拖进后巷玩死，不该把你捡回来供着。这种时候还在护接短处，顾家这老夫人当真是疯得不要命了。你给我闭嘴！老不死的，你以为我稀罕在顾家演戏吗？你这害人精，你这敌国奸细！臣被这毒妇骗得好惨，今日臣便亲手杀了这奸细，向圣上禀明忠心。长州，救我！救！为什么要杀我？顾长忠，你知不知道，在我传回军事地图的那晚，我本可以回国当我的公主，是为了你，为了青兰他们，我才放弃一切，留在这鬼地方陪你演戏。你这奸细，死不足惜！夫人，志柔，都是姚云那个贱人蒙骗我！你这奸细，死不足惜！夫人，志柔，都是姚云那个贱人蒙骗我，是他利用我对他的同情。志柔，这些年我对你的好，你都忘了吗？顾长忠，这是你欠我的，这一脚我等了2辈子。这等乱臣贼子，朕看着嫌脏。来人，堵住他的嘴，拖下去。既然是顾家的家务事，便交给武夫人自行处置。不必入狱了，拉出去乱棍打死，直接丢到乱葬岗喂狗。是。母亲，好，以后这世上再也没什么顾家了。亲家母，这副汤药最是滋补，管教他们小两口不出100日便有喜讯。快些快些，福儿清粥，药熬好了，赶紧过来趁热喝了，别耽误了给我抱小孙子。母亲他们催的是紧了些。癸水已经迟了几天，看来母亲的愿望快要达成了。
恭喜夫人，贺喜将军，少夫人已有2月余的身孕，脉象沉稳，母子平安。好，好，沈家和武家终于有后了，赶紧传话下去，府内上下赏3个月月例。是。可是那几个人在流放路上出事了。回将军，顾清月那3姐妹在流放岭南的路上，为了少受点皮肉之苦，主动爬了押送官姐们的床。现在他们已自甘沦为那帮兵痞们发泄的玩物，换那几口馊饭。昔日那几个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如今竟为了活命，活成了最下贱的模样。错了，全都错了，这世道不对劲。顾青州应该被爹爹利用，陷害成残废才对。他应该是个摊子，武士也应该中风不能自理。沈父那贱人，他该一直照顾他们到死，被活活累死才对。武士最后受不住会吞毒自杀，而我和嫣儿会在他死后大摇大摆回京都，继承武家富可敌国的产业，那才是正轨，那才是我该过的日子。疯子，还没天亮就做梦。一个失了心的疯子在议政罢了。这种脏耳朵的话以后不必再传进府里。福儿，那疯子口中说的，并不全是在做梦。我同青州其实都是死过一次，又重新活过来的人。是福儿，我和母亲都是在你嫁进大将军府的那一日重生的。上一世，顾长中那个畜生联合姚鱼，骗得我好苦。顾青州被他们陷害成了断腿的残废，我也在那场变故中中风瘫痪，成了个只能等死的废人。是你不离不弃，在这顾家吃人的深宅里，尽心尽力伺候了我整整10年。福儿，若没有那一世的10年相守，我武志柔如何能知道，这天下最真心待我的人，竟然是你。前世的我，是个坐着轮椅，甚至无法护你周全的残废。我只能看着你受苦，看着你被顾家那群豺狼搓磨，却连为你擦干眼泪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求了上天，若能重来一次，哪怕万劫不复，我也要为你挣一个锦绣前程。那日在大殿上听说能娶你，福儿，我那个傻样，险些就让你看出了破绽。这一世，我拼了命的练武，私下与母亲搜集了顾家所有的软肋，不管是姚云的身份，还是顾长中的猫腻，都在我们的算计之中，所以我们才能这般轻而易举地扳倒顾家。瞧你们紧张的，难不成重活一世，反倒把胆子给弄丢了？无论你们是这一辈子的母亲和顾青州，还是上一辈子的，都是我沈福最爱的人。